当你想到就是种族融合 ，OK， 还有民权，还有民主的话，就是60年代的这个平权法案，你会想到美国的哪一个党？Democrats。那各位可以回答一下，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OK， 大部分的人会回答民主党。OK， 那这个答案是绝对是错误的。在台湾很多新闻，然后还有那什么那个就是像什么新闻龙卷风啊，还有那什么那个关键时刻啊，他们会说哦，美国民主党在意人权，然后呢，共和党在意经济。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美国的民主党除了名字叫民主以外，一点都不民主。OK。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我是米奇，这是小 Blake. Welcome back to PHC.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Arc Construction。Arc Construction 是在南加州这边一间建筑公司，然后呢，他们是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精英的这个团队，帮你从想法到画图，然后到申请那个东西，然后到建筑，然后到最后清理，你都可以找他们。小到油漆，大到整个 Plaza 都需要改建的都可以。没错，这个负责人叫做 Barry，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然后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要的话，然后他有在支持我们这个频道。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要的话，欢迎你去跟他联络。他电话在那个地方。没错。哦，南加州，你还会点头哦，小 Blake。对。OK， 回到民主党这个东西。OK， 民主党是建立于1829年。民主党几乎阻扰了每一项美国重要的民事的这个权益问题。那他们怎么还在？不知道。OK， 而且这个党呢有非常非常可怕的歧视的例子，它的历史充满了歧视。OK， 你听的没有错。OK， 美国的民主党拥护着黑人的奴役制度，挑起了美国南北战争，反对重建运动，就是那时候 Southern 被打得乱七八糟的，然后 Federal Government 要来帮忙重建，他说不要 ，OK， 而且他们创造了3K 党 ，KKK 是 Democrat 开始的。他们有谁是总统？克林顿啊，奥巴马呀。哦，我知道，我是说之前。Davis。OK， 而且他们实际执行了种族隔离，而且阻扰了50年代还有60年代的民权法案。就 civil right。对，相反的，就是共和党作为一个反奴役制度的政党 ，OK， 建立于1854年。一开始共和党的任务呢，就是阻止奴役制度在北美大陆上面传播，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废除奴役制度。但是这个行动却在美国最高法院被挡下来。在1857年的时候呢 ，Dred Scott v. Stanford 的案例中呢，法院判决黑人不算公民，而是私有财产。然后在这9个最高法院的法官里面呢 ，Supreme Court Justice 里面呢，7个同意这个判决的人，全都是民主党的。哇 ，OK， 然后有2个不同意这个判决的，就是共和党的。然后关于黑奴制度的这个问题，要等到南北战争之后才会真的全部结束 ，OK， 才会得到解决啦。那当时在美国这内战的时候的总司令是谁呢？就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他的名字叫做林肯。是的，林肯是共和党的，也是解放黑奴的 ，OK。然后在南方军队投降之后呢，美国内战结束6天之后，有个叫做 John Booth 的人呢，在戏院内杀了这位总统。然后 John Booth 这个人呢，他是民主党的人。当时林肯的副总统 Andrew Johnson 是个民主党的政客。当时选举不是说选党还是怎样的，而是对于每个人的这个投票的。对，投票是对人，不是对党。然后林肯死了之后，他接任总统的职位之后呢，哇塞，那很惨。他一上位就马上抵制了林肯刚刚才解放这些黑奴 ，OK， 反对投入这个南方的经济建设，然后还有社会秩序的这个计划。然后 Johnson 这个人呢，还有剩下的民主党政客呢，全部统一反对了著名的宪法第13项修正案。就是废除黑奴制度的法案，同时也反对了宪法第14项修正案，就是让美国黑人成为美国的公民的法案。还有第15项，就是给予黑人投票权的法案，这些都是民主党做的事情。这3个法案唯一会通过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共和党的势力就是全力的支持，然后还有共和党的总统打赢了
南北战争之后，在美国帮助南方重建，然后联邦的军队住在南方，帮助这些刚被解放的黑奴维持他们的利益还有他们的权利。有数百名的黑人的政治家作为共和党的人被选到了南方的议会里，然后在190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22个黑人的共和党的议员在美国的国会里面当议员。那民主党呢，一直到了1935年的时候，才有第一个民主党的黑人在国会里面。然后当这个南方重建运动结束了之后呢，联邦的军队回家了之后呢，民主党马上就卷土重来，重新掌权。他们马上在整个地区重新建立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社团。然后他们现在把这个套在一个共和党的，对，然后他们还修订法案哦，例如黑人的法案来限制黑人拥有房地产，就是你是个黑人的话，你不可以有房产，然后还有做生意，你如果是黑人的话，你不能开店做生意。好夸张哦。对，然后他们还进行了人头税，还有识字程度的测试，就是如果说你要投票的话 ，OK， 他们就在门口等你，用考试就是看你会不会读英文来决定你这个人能不能投票，来破坏黑人的公民投票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OK？ 就像说拿一本字典，然后你是个白人的话，然后你就说这是什么？他说 car、rabbit、horse， 就是这种简单的字。如果一个黑人来的话，他就是你那种 abolishment， 对，SAT 里面那种超长的，你根本看不懂那种东西。别，这都太简单，你要找那种 equivalency 这些不合理的法案怎么可能会又出现 ？OK， 而且怎么可能又在南方被实行？因为这次并不是用一个政府的力量来执行的，而是用3K 党。OK，3K 党的创办人就是 KKK 的创办人 Nathan Bedford Forrest， 他就是一个 Democrat， 他就是一个民主党的人。对 ，OK， 然后他建立了一个邪教来去执行这些东西。然后民主党历史学家 Eric Foner 他说 ，In fact，the Klan was a military force serving the interest of the Democrat Party。意思就是，事实上，3K 党是一个为民主党利益服务的军事力量。然后在1912年到1921年，这个美国总统 Woodrow Wilson， 他是一个民主党的总统 ，OK， 然后跟3K 党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同的看法。然后他再度执行了种族隔离，而且还是第一个在白宫看电影的总统。然后这部片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Birth of a Nation》，就是说3K 党是一个正义的，然后充满了种族歧视的一个电影。这部片的片名本来就叫做 Klansman， 然后那时候 Klan 是合法的，在那个地方。OK，1964年的时候呢，当时对于民权法案对立的人呢，就是 Civil Right 对立的人，也全部都是民主党的人。有80%的共和党的人呢，同意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 然后只有60%的民主党的人同意了这份Civil Right， 而且就跟所有两党意见不同的法案一样，民主党在国会里弄了75天，直到共和党重新整合了之后呢，才打破这个僵局。然后民主党这个党名字叫民主 ，OK， 然后他们支持奴役黑人，拒绝黑人解放，试图阻止黑人投票，这些行动都失败了之后呢，民主党人想了一个新的战术，如果说黑人一定要投票的话，那他们最好全部都投民主党。对，所以现在都是民主党在就是根据1963年到1969年的这个总统 Lyndon Johnson， 他说 I will have them voting Democrat for the next 300 years， 就是我要把这一群在200年内呢，都把票投给民主党。所以现在民主党成功的利用他们在历史上的压迫的这些人，包括墨西哥人，包括黑人 ，OK， 然后利用多元交织的这个受害者心态，对，然后还有人民对于历史的无知。真的哎，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就觉得说我绝对不要投给民主党了。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新闻上面，民主党会谎称就是共和党才是那邪恶的那一方，但是事实上，所有的种族歧视的法案，然后所有有色人种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民主党一手造成的。他们很失败的这些政策，大规模的政府福利，摧毁了黑人的家庭观。你知道吗？在美国的单亲妈妈会因为
为小孩没有爸爸而得到补助，然后让黑人可以在学业上面可以比较低分的进入比较好的大学，这反而让他们没办法得到这个学位，然后出来找不到工作还要还学贷。就是所有的政策让黑人的社区更无法抵御暴力还有犯罪。他们在一个黑人的社区里面有了很多的 gang violence， 很多帮派的问题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说那个社区因为警察压迫他们才会有这些 gang violence， 然后把警察撤离，让这些地方更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对，没错。所以说，今年当你要投票的时候 ，OK，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然后你在考虑要投给谁的话，然后请你想想看，你自己先去读一下历史。对，然后或者是你要投给哪一党的时候呢，记得你要投给正义的一方 ，OK， 不是说话说得很漂亮的那一方。不是说他要把人权给你，他要把什么东西给你，他要帮你争取这些权利，他要帮你跟这些其他人争取这些权利的那些人不认识你，而且他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你需要的是一个公平而且自由的一个方式，让你自己可以 prosper。你要成功还是要靠你自己努力，就像美国梦一样。这美国梦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自己要去争取，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把你的生命好像是什么，就是下注在给这个议员或那个。Anyway， 然后在台湾的人，你们如果说不懂美国政治的话呢，你不要听一些名嘴在那边讲什么东西 ，OK？ 然后在那边舔民主党的屁股，我都不知道那些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就只因为共和党的总统在挺某个政权，然后你就要在那边夸民主党的这些东西。你知道他们的历史吗？你知道他们的信念吗？你知道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背后的动机吗？全部都是在制造出一个大的政府来控制你的生活，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你的基本人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希望大家11月的时候投票要投给正义的一方。为什么我刚刚的声音会抖？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然后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Disline 的，欢迎你按订阅，然后知道我们更多最新的消息。然后最后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在下面都可以留言。然后我们也有 Facebook 跟 IG， 你可以来 follow 我们，知道我们比较生活化的一面。然后最后可以赞助我们的话，在底下都有我们可以赞助我们的连结，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